各位朋友，大家好！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听到这两句诗，特别是最后那句“冲冠一怒为红颜”，大家想必知道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内容了。没错，就是关于吴三桂与陈圆圆。这个故事，我想不说，大家也非常的了解。很多朋友在读到最后一句诗的时候，往往被诗中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所感染。我们很多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也大力的渲染这方面的内容，一时之间，文学的戏剧性超越了历史的真实，使人们看到更多的是英雄和美人之间的爱情故事，而忽略了背后的那次可耻的叛国行为。很多的人都喜欢歌颂爱情，这样吴三桂领清兵入关这件事情，似乎在情理上就找到了可以宽宥之处。人们会说，吴三桂其实也是无奈的，他不过是为爱而不顾一切。那么历史的真相是这样的吗？吴三桂真的是因为陈圆圆才投降了清朝吗？历史上真实的吴三桂，真实的陈圆圆到底是怎么样的？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故事背后一些不为人知的一面。首先呢，我们先来说说这两句诗。这两句诗是在赞美吴三桂吗？它是褒义的吗？后世的很多人都把这两句诗，特别是最后那句“冲冠一怒为红颜”当做了褒义来理解。但其实细意斟酌，就会发现这两首诗实际上是在嘲讽吴三桂。大家细品一下，“痛哭六军俱缟素”，这里写的是吴三桂的秦王大军在得知崇祯皇帝已经自缢于眉山之时，表现出来的悲哀之态。皇帝死了，吴三桂仅表现出了自己的哀痛，全军缟素。而真正能够让他怒起来，让他能够行动起来的，却是为红颜。这里面的讽刺意味已经很浓了。这两句诗出自于《圆圆曲》，在这整首诗后面还有两句，这样的意味表达的就更加明显。说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这里说的是吴三桂因为投降了清朝，致使李自成杀了吴氏在京的一门35人，包括他的父亲吴襄，而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仅仅是为了一个女人。在强调孝道的明朝，这里面的是非判断已经是非常明显了。咱们再来看看这首诗的作者，作者鼎鼎大名，他姓吴，名伟业，还有一个号叫梅村，吴梅村。吴梅村是江左三大士之一，与他齐名的还有一个人，大家也比较熟悉，就是钱谦益。后来清朝建立以后，他拒绝接受清朝的任命，隐居了下来。吴梅村一直在明朝做官，后来1644年崇祯自缢以后，吴梅村又短暂的为南明政权效力，再以后就退隐山林。清朝建立以后，曾经多次请他出来做官，但他都拒绝了，一直到10年以后才出来侍清。而他写作这首《圆圆曲》的时候，是在他侍清之前。那么由此大家就可以猜度出，吴梅村对于明朝是忠心的，而对于清朝他是不屑的。像他这样的人会怎样评价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自然也就是不言而喻了。而且据说在这首诗发布以后，当时已是平西王的吴三桂派人许以重金，希望吴梅村能够删掉诗中的部分词句，但被他拒绝了。所以后世的很多人从这两句诗中读出了英雄主义，读出了浪漫，读出了爱情。我想可能是误解了诗作者的意思。在明朝末期很多文人的眼里，这里面所谓的英雄，所谓的浪漫，所谓的爱情，实际上都是被嘲讽的对象。那么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抛开民族大义不谈，吴三桂这种行为其实就是为了爱牺牲一切。哪怕单千古的骂名，吴三桂可以被称为无义，但他确实有情。那么真的是这样吗？这我们就要从吴三桂开始说起了，说说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吴三桂祖籍是在江苏高邮，而他却是在辽东出生，辽东长大，所以塞外长风与江南的杏花春雨同时融进了他的身体之中。吴三桂无疑是一位美男子，有史料这样赞美他：延陵将军美风姿，善骑射，颇以风流自赏。还说三桂具耳龙准，无需瞻视顾盼，尊严若神。
除了英俊的外表以外，他还有着显赫的家族背景。他的父亲吴襄此时已经官居总兵之职，2品的大员。他的舅舅祖大寿更是明朝军界中炙手可热的人物。祖家已经在辽东地区耕耘了200多年，明朝的时候军户是世袭的。那么可以想象，在这200多年中，辽东的军队中会有多少祖家的子弟门生。吴襄在妻子去世以后，就娶了祖大寿的妹妹，这样就促成了祖吴2家的联姻。吴三桂只是祖大寿名义上的外甥，并没有血缘关系。吴三桂的生母是吴襄死去的前妻。有这样的家族背景，那吴三桂在辽东军中的发展前景自然是可想而知了。但这还远远不够，军中有人不如朝中有人。为此，吴襄又攀上了一棵大树，就是崇祯皇帝所宠信的太监高启潜。吴襄让吴三桂拜高启潜为义父。高启潜这个人呢，在上一集李自成中我们谈到过，李自成的第2位夫人邢氏后来背叛李自成以后，与李自成的部将高杰私奔，而后2人产下一子，这个儿子后来就是拜的高启潜为义父。那这样说起来的话，吴三桂与高杰的儿子还是兄弟呢。高启潜后来降清，而他的这2个儿子也先后投靠了清朝，可谓是满门忠烈。当然了，吴三桂能在28岁出任总兵这样一个正2品的官职，单单依靠家族背景是远远不够的。毕竟他那时候是在辽东战场，需要实打实的军功。在这方面，吴三桂可谓是年少成名。那应该是公元1629年崇祯3年，在这一年，皇太极绕道喜峰口，包围了北京城。袁崇焕回援，后来被诬陷，被下了大狱。祖大寿率兵离开了北京，回到了山海关。后来袁崇焕修书一封，劝说祖大寿回援，祖大寿这才率兵返回宁远，准备在此截击已经回师的后金部队。当时吴襄率领着500名士兵是出城巡逻，就在这时，突然被1万多名的后金部队包围了。后金部队包围了这500人以后，并不急于消灭他们，他们希望围点打援，希望以这些人为饵，诱使更多的明朝军队从城中出来，以便一举歼灭。城中的祖大寿也清楚后金人的意图，当时城中只有3000多人，祖大寿不敢贸然出击。虽然当时只有18岁的吴三桂再三的请求祖大寿出兵，但祖大寿仍然没有同意。情急之下，吴三桂竟然带领自己的53名家丁冲出了城门。吴三桂一马当先，后金人觉得有点蒙圈，不知道这几十个人是干嘛来的，所以恍惚之间，吴三桂就杀到了他父亲吴襄的身边，然后带着吴襄的几百士兵一起往城里撤。当时领兵的皇太极也有点不知所措，他认为这几十个人很可能是明军的诱兵，后面还有大部队来跟进，所以犹豫之间，竟然让吴三桂率着这些人杀回了城里。在万军丛中舍命救出自己的老父，这样的壮举在当时可以说是震惊了所有人。很多人都将此联系到了《三国演义》中的常山赵子龙。当年赵子龙在曹军中杀了7进7出，救出了幼主刘禅，而吴三桂救出的是老父吴襄。虽然刘襄与刘禅一老一少，本不相同，但从当时的社会意义而言，老父吴襄与幼主刘禅实际上是一致的。在中国古人心目中，孝是非常重要的，儿女在家就要孝顺父母，承系香火，而推而广之，整个国家中君王就是父，所谓君父，做臣子的就要像弑父一样的侍奉君王，忠心无二，所以才会有了举孝廉，所以才会有了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所以吴三桂此举等于是既全了孝，又尽了忠，所以也就难怪一时之间吴三桂的名声是传遍了辽东和京城。史料记载，人们赞他勇冠3军，孝文9边。在以后10几年的军旅生涯中，吴三桂可以说是有功有过。他曾经在杏山之战中因为清兵冒进被清兵围住，幸亏另外一名总兵刘兆基舍命相救，才将吴三桂解救出来。杏山之战，清军以少胜多，吴三桂战败。战后，吴三桂竟然虚报战功，
最后的结果是，救他的刘兆基反而被贬，而吴三桂则得到了嘉奖。被贬职的刘兆基后来在扬州保卫战中是唯一一个响应史可法秦王的号召进入扬州勤王的。他当时只带着400人，而就这400人在城破之后与清军展开巷战，包括刘兆基在内全部殉国。1640年，吴三桂率3000精锐部下在宁远城外的王宝山重创了万余清军，明军此次只阵亡了47人，清军被击溃，此次可谓是大捷。在后来的松锦之战中，当时的情势是非常的不利。洪承畴计划8个总兵率军同时突围，但8总兵之一的王溥却自己率先突围，导致了整个作战计划的失败。而继王溥以后，第2个率军逃跑的就是吴三桂。战后王溥被斩，吴三桂无恙。从这些事情中，我们不难看出吴三桂的义父高启潜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吴三桂打仗打赢了立功，自然会得到嘉奖，而战败了却不会受到惩罚，这让我们自然就能看到他背后的那张权力之手。高启显这个义父真的是没有白刃的。松锦之战以后，辽东战区的军事将领们死的死，降的降，吴三桂反而得到了提升，他这时候已经是辽东方面的最高军事长官了。再以后就到了公元1644年崇祯17年，这也是明朝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年，同时也是大明朝的最后一年。就在这一年的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登基，然后就率兵渡河东征，一路上是势如破竹，直到他来到了宁武城下，直到他遇到了这样一位将军，他叫周玉吉。这是一场众寡悬殊的保卫战。当时李自成率领着几十万大军，而周玉吉手中只有不到1万的人马，这也可以说是大明朝的最后一战。此战以后再无大战，所以周玉吉可谓是大明朝最后的铁血将军。李自成率大军兵围宁武城时，也有人劝周玉吉说，不行，咱们就降了吧。周玉吉说，今能胜，义军皆忠义，既不知负我与贼。随后李自成采用人海战术，轮番攻城，周玉吉率领着这支山西孤旅是拼死抵抗，双方激战了7天7夜。到最后，周玉吉的部队火药打尽了，李自成军中的大炮轰开了城墙，农民军蜂拥而入，周玉吉的战马被击杀，周将军徒步以短刃仍然击杀了数十名农民军。战至最后，周将军身中数箭，被敌所执，但仍然是大骂不止，农民军将他悬之高杆，乱箭射死。周将军的夫人刘氏是蒙古人，擅长射箭，当时他也率领着女眷和家丁们登楼而射，是一箭毙一敌。最后农民军放火烧楼，周夫人阖家尽死。宁武城破以后，李自成下令屠城，应幼不论。经此一战，从不言退的李自成竟然是萌生了退意。他觉得前面还有大同宣府这样的雄关，如果都像周玉吉这样守关的话，那么农民军是绝对到不了北京的。就在李自成萌生退意之时，却收到了大同总兵江襄和宣府总兵的投降书。李自成由此打开了通向北京的大门。李自成继续率领着大军东征，绝尘而去。随着硝烟的散去，宁武关前周玉吉的身影已经变得是越来越淡。而当硝烟再起之时，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另外一座远比宁武关更加雄壮、更加坚固的关隘之中，冲出了一名明朝的将军。这个关叫山海关，冲出来的人就是吴三桂。而在他身后跟着他冲出来的，竟然是一队又一队的8旗铁骑。吴三桂是在这一年的3月6号接到了崇祯的旨意，让他火速带兵驰援北京。而等到吴三桂赶到了离北京还有100多公里的丰润的时候，已经是3月24号。这段路程他走了18天。而在差不多10几年前，同样的路程，同样的关宁铁骑，同样抵达的是丰润，一位明朝将军竟仅仅用了2天就走完了这个路程。这名将军叫袁崇焕，他后来被崇祯凌迟处死。
这时候的崇祯肯定是没办法凌迟处死吴三桂了，因为在5天以前，也就是3月19日，他已经自挂东南枝，此时的他已经是凉透了。吴三桂怎么会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有人解释为，因为吴三桂要带领着大量的家眷同行，所以行军速度就这样被拖慢。但我想崇祯的旨意中应该不会让吴三桂这样做。崇祯不傻，携带家眷那要走多长时间他是清楚的，而此时京城的形势已经是岌岌可危，他1天都等不了了。那吴三桂为什么要带着这么多的家眷故意放慢行军速度呢？他是在等，他等一个结果。此时的吴三桂，我们已经不能把他看作是一个明朝的将军，更应该把他看作是一名军阀。此时他已经意识到大明要亡了，他要给自己找一条退路，而有退路的前提条件就是要保存实力。他不愿此时拿关宁铁骑去和李自成硬拼，而此时的关宁铁骑也早已不是袁崇焕时的那样。这些兵士们在辽东置办了很多良田，他们有自己的家眷，甚至有自己的美妾，他们不愿再为这个即将覆灭的王朝再尽一份力了。所以当吴三桂停下了步伐，问手下的将士们，目前的局势你们愿不愿意与李自成拼死一战？在场的各位将军们都沉默了。而当吴三桂提出另外一个选项，就是要不然我们就投降吧，这时候那些将军们就活跃了起来，纷纷道愿以吴将军马首是瞻。此时的吴三桂已率军回到了山海关，他在驻足观望，手里掌握着天下第一关和强横的关宁铁骑，他现在正在待价而沽。最先对他发出报价的是大顺，李自成的手中掌握着他的父亲吴襄以及30多名家人，而且李自成已经尽可能的大方，他给了正缺军饷的吴三桂4万白银的军饷补充和大量的绫罗绸缎，而且还带去了吴襄的一封劝降信，许诺吴三桂如果归顺了话，他将被封为侯。只是经过短暂的思考，吴三桂就接受了李自成的报价。虽然在吴三桂的眼中一直看不起大顺的这些异族农民，但想想当年的明太祖朱元璋不也就是一个和尚吗？现在的李自成据说也做过和尚，也算是朱元璋的同门之人，投降他不算太丢脸，而且投降李自成至少可以保全自己的父亲和30多位家人的性命。这时候的吴三桂已经不再期望做一个什么忠臣了，但至少还能换一个孝子的躯壳为自己遮遮羞。而投降满清则另当别论，毕竟满清是异族，投降他们那会被人诟病很久的。于是吴三桂决定投降李自成，他将部队留在了山海关，自己只带着亲兵去北京，准备朝见李自成，接受封赏。而就在他赴京途中行至玉田的时候，发生了变化。关于这个变化，史书中有不同的记载。据平寇志记载，是说吴三桂遇见了一个从他府中逃出的吴襄的侍姬，以及一位家奴，这2个人是趁乱私奔。然后这个家奴告诉吴三桂，他的父亲吴襄已经被抓起来了，只有他们俩逃了出来，特地来向将军禀报，请将军尽早处置。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只提到了吴襄被抓，并没有提到陈圆圆。在谭谦的国阙中也差不多是这样记载，只提到了吴三桂是因其父襄被害，说吴三桂俄闻父襄遇害，即日自玉田返山海关，也没有提到陈圆圆。平寇志和谭谦的国阙都是写于明朝末年的史书，在这些史书中根本就没有提到陈圆圆。而在明史以及和明史差不多时代的一些史书中，比如说廷门录和小典纪年复考，在他们的记载中却都提到了陈圆圆。大概意思呢和我们在影视剧中看到的差不多，都是吴三桂听到陈圆圆被刘宗敏霸占以后，愤而拔剑，决心反顺。所以吴三桂临时变卦，到底是因为陈圆圆，还是他的父亲吴襄，或者还有另外一个可能？这个呢，从史书上来说已经是很难判断，只能是作为一个谜了。不过我们可以大胆的猜度一下。首先第一点，刘宗敏到底有没有霸占陈圆圆？刘宗敏确实是一个浑人，脾气上来以后连自己都打，
李自成也拿他没办法，所以他用强力绑架陈圆圆的可能性是有的。不过，如果李自成知道吴三桂是因为陈圆圆而变卦的话，在他带着大军去攻打山海关的时候，还带着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带着吴襄的目的，很可能是想向吴三桂解释，他并没有把他的父亲怎么样。如果他知道吴三桂最记挂的是陈圆圆，而不是他的父亲吴襄的话，他为什么不带上陈圆圆，把陈圆圆交给吴三桂，这样就避免了一场干戈之乱，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李自成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其实很简单，因为他找不到陈圆圆，陈圆圆并没有在刘宗敏的掌控之中。据说陈圆圆是从刘宗敏处逃了出来。如果刘宗敏愿意背着巨大的风险胁迫陈圆圆的话，那他怎么能让陈圆圆这么一个弱女子从他的手里逃脱呢？即使逃脱了，京城之中难道他就不能抓回来吗？他抓不回来，李自成还抓不回来吗？到此推断，李自成之所以不带着陈圆圆，唯一的可能性就是陈圆圆根本就不重要。再有，所有的这些史料不约而同的都记载到，吴三桂是听说他的父亲或者是陈圆圆被掳、被胁迫，甚至谭谦的国阙直接就说吴三桂是俄闻他的父亲襄被挟持，明史中的记载也是听闻。而且在平口志中，吴三桂还是听与他父亲府中的家人私奔的他父亲的侍妾所谈论的事情，说他的父亲被抓住了。他们的话难道吴三桂也能信吗？这两个人一定会把事情说得越严重越好，这样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从府里逃出来，而不是实际上的私奔。一向精明的吴三桂怎么就能够凭这些听闻就贸然做出决定呢？他难道没有想过，如果这些听闻不实的话，那么他决定反顺，倒真的会把他的父亲或者他的爱妾陈圆圆置于死地。吴三桂怎么会如此的莽撞呢？他至少应该派人去查实以后再做决定吧。再有，李自成既然带兵来到了山海关，李自成自然知道吴三桂为什么变卦。那么为了避免战争，收降吴三桂，李自成至少应该跟吴三桂好好解释一番。如果他的部下真做了这样的事情的话，李自成至少可以做一弥补，把吴襄或者陈圆圆安全的还给吴三桂。这对李自成来说并没有什么难的，而吴三桂是否归附于他则关系重大，所以李自成一定觉得很有必要再争取一下吴三桂。但为什么最终的结果是双方一见面就打了起来，并没有任何的沟通解释？至少有一种可能可以解释李自成为什么这样做，那就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吴襄、陈圆圆被挟持的事情。在李自成看来，该给的爵位我给了，该给的军饷我也给了，现在却是你吴三桂无故的变卦，我必发之。这段时间一直顺风顺水赢麻了的李自成当然咽不下这口气，所以他提兵来到了山海关，无需解释，立刻开战。所以综上所述，虽然我们至今无法肯定吴三桂冲关一路是否真的是为了红颜，但至少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是在吴三桂做决定的过程中，陈圆圆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根本不重要。咱们再来说说陈圆圆。陈圆圆本姓邢，名媛，小名圆圆。后来因为家道中落，她被她的姨母抚养，她的姨母家姓陈，所以她就改名叫陈圆。后来不知怎么堕入了风尘，成了秦淮一带有名的歌妓，人们就开始叫她陈圆圆。陈圆圆到底长得有多美？没想到在这一点上竟然还是有争议的。清朝的时候有一个文人叫柴鄂，他写了一部书叫《梵天卢从录》，在其中他提到他曾经见过陈圆圆的画像，在画像之中，陈圆圆真的不能称作美。她颧骨很高，嘴角的左上方还有一颗黑痣，而且鼻梁塌陷。从这简单的描述大致可以看出，陈圆圆长得确实不算美。陈圆圆第一个爱上的男人也并不是吴三桂，而是茂襄、茂辟疆。
两个人已经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在出去办事之前，冒辟疆向陈圆圆许诺，他回来以后就要娶陈圆圆过门。但陈圆圆没有等到冒辟疆，却等到了崇祯的岳丈田弘昱在江南地区选美，他要选几个美人来进奉给崇祯。此时田弘昱的女儿田贵妃已然病重，田弘昱希望能够进献给崇祯几位美女，以保住他将来的位置。而冒辟疆在形容陈圆圆的时候则是这样说的：妇人以资质为主，色次之，碌碌双鬓，难其选也。慧心玩质，淡秀天然，平生所见，则独有圆圆耳。简单的说，就是冒辟疆觉得陈圆圆的气质很好，而且还提到色次之。对热恋的男女来说，如果这个女子真的长得貌若天仙的话，以冒辟疆的才华，他绝不会吝啬几句赞美之言。所以陈圆圆也许真的没有那么漂亮，她胜在气质，胜在她的才华。她昆曲唱得非常好，而明朝那个时代正是昆曲为王的时代。换到我们现在，陈圆圆就相当于现在的流行天后，而流行天后并不见得是最漂亮的，她可以用她的歌喉、她的气质弥补她容貌上的不足。如果陈圆圆真的不漂亮，那吴三桂为什么要纳其为妾呢？其实这也很简单，纳歌后为妾对吴三桂来说也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即使是到了现在，那些娶了明星们的豪门，他们也并不真的在乎这个明星是不是真的漂亮吧，他们更看重的是明星身上的光环和他能给他们带来的附加值。顺便说一句，顶替陈圆圆在冒辟疆心中地位的是秦淮八艳中的另外一位女子，她叫董小宛。陈圆圆来到北京后的故事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她先是被献给了崇祯，但此时的崇祯正忙着亡国呢，所以也无暇顾及美色。这样陈圆圆又被退了回来，田弘昱又想用她来巴结权贵，于是就将陈圆圆送给了吴三桂。吴三桂和陈圆圆在一起应该也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按照当时的军令，陈圆圆是不能随同吴三桂去辽东的，她只能留在了京城吴襄的府中。而吴三桂则是办完事以后就回到了辽东。我们当然不能用两个人在一起时间的长短来衡量两个人感情是否深厚，但有两点事实我们必须要看到。第一，陈圆圆她只是一个妾。在明朝那时候，妾的地位是怎样的，在以前的节目中我已经讲过很多了。再有，与李自成决裂，最终导致了吴三桂家中30多口人丧命。而在后来的三藩之乱中，他起兵反清，因此又搭上了他亲生儿子、孙子的性命。这样一个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不惜多次牺牲家人的人，你能相信他会为了一个妾室而铤而走险吗？冲冠一怒为红颜，或许不过是文人笔下的一个噱头而已。那么吴三桂为什么会改变主意？这个呢，我们无从知晓。不过呢，我们可以大胆的猜度一下。首先，有可能是他的父亲吴襄以及陈圆圆被胁迫的事情。不管这些事情是真是假，对吴三桂而言都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他觉得李自成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对他那样重视。其次就是李自成给他的封爵，李自成只能给他一个侯爵。李自成手下功劳最大的将领刘宗敏也不过就是一个侯爵。那么吴三桂肯定会想，他过去以后，他的位置一定是会在刘宗敏以下，甚至可能比不上李自成的义子张聂以及手下的大将李过。这样的侯爵当着并没有太大的滋味。再有第三点，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当时的势力中，满清势力最大，李自成次之，吴三桂是最弱的。如果吴三桂与李自成联手，或许可以抵挡得住满清的进攻，双方可以拉成一个军事，但是想要战胜当时已经非常强大的满清，在吴三桂看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与李自成并非一体，两人合作将来难免会有一些纠纷，到时满清各个击破，那就悔之晚矣了。所以与李自成联合，对于吴三桂而言，最后的结局要么是平，要么是负。而如果与满清多尔衮联合呢，他们双方携手必定可以战胜李自成。
那最后胜利的就是满清这一方。那这样的话，答案就简单了，谁又不愿意站在胜利者的那一方呢？而且多尔衮曾经许诺给他，如果他归降的话，能够给他封王，封王要比一个侯爵实在的很多，封王有可能是有封地的，到那时候自己就算是一方的诸侯了，这个诱惑力就要比一个侯爵大得太多了。再有他的很多亲戚现在也在清军大营之中，彼此也会有些照应，所以综合起来，降清也是可以考虑的。甚至吴三桂还想出了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我不降清，我只向多尔衮借兵。于是吴三桂就给多尔衮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提出请多尔衮出兵助他一起消灭李自成，为死去的崇祯报仇，为受辱的父亲吴襄申冤，家仇国恨，冠冕堂皇，义正辞严。而且吴三桂还答应事成以后裂土分疆，黄河以北归满清，黄河以南归明朝。吴三桂要扶持太子继位，继续明朝的国祚。多尔衮收到信以后，一眼就看出了吴三桂的心思，他答应出兵，不过要吴三桂先归降。吴三桂收到回信以后，没有说降，也没有说不降，只是敦促多尔衮出兵。多尔衮也确实出了兵。等到李自成大军打来以后，与吴三桂就交上了手。双方激战正酣的时候，吴三桂这时候已经是堪堪不知，而就在15里以外，多尔衮的大军却只是驻足观望，并没有参战。吴三桂这时已经走投无路，无奈之下，他只好带着几名亲兵，亲自跑到了多尔衮大营，请求多尔衮迅速出兵救援。多尔衮还是那句话，你先归降，而且你要先去发。按多尔衮的话说，你们汉人在我眼里长得都差不多，如果你们不去发的话，我分不出来哪个是李自成的人，哪个是你吴三桂的人。为什么多尔衮这样重视去发？为什么后来满清要求被征服者一定要剃发改服，哪怕为此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也依然强令执行？那是因为他们知道外表的变化对一个人的心理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当汉人把自己的头发剪成满人的样子的时候，他们的心理就已经被彻底征服了。这其实并不是什么简单的剃发，而是为自己的精神举行了一场葬礼。当头发被剃掉的时候，光秃的头顶上赫然就会印着那4个字：被征服者。吴三桂毫不犹豫就剃了发。他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不可以抛弃的了，他已经抛弃了帝国，抛弃了父母，甚至有可能抛弃了他的爱妾。再抛弃，那就是他的命了，而这是他绝对不会放弃的。毕竟他不是周瑜基。吴三桂与多尔衮联手，李自成战败，恼羞成怒的李自成杀了吴襄，回到北京以后，又杀掉了吴三桂另外30几名亲人。看到亲人的尸体，虽然已经心冷如铁的吴三桂，依然被这种巨大的伤痛和巨大的愤怒所冲击。愤怒使他内心的伤口更大了，这种痛苦让他疯狂，而疯狂又转化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一路平定陕西，平定四川，收复云贵。这种疯狂加上他内心强烈的负罪感和恐惧感，使他在残杀自己同胞的时候，比满清人还要残暴10倍。甚至当南明的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朱由榔逃到了缅甸的时候，当时即使是顺治皇帝已经不想再继续追下去了，但吴三桂仍然坚持要入缅，清除明朝的残余，擒拿永历皇帝。就这样，吴三桂率大军入缅，在强大的压力之下，缅甸国王不得已将朱由榔交给了吴三桂。于是就有了以下这一幕。永历帝朱由榔是被囚禁在一个寺庙之中，吴三桂的手下大多以前都是明朝的臣子。这时候永历帝虽然被捕，但毕竟也是他们以前的主子，所以那些将官们还是想来拜见他。当时永历帝朱由榔就坐在一把竹椅上，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前方。他虽然现在已成阶下之囚，但仍不失帝王之风度。进来的将官们依次拜见，有的人叩首，有的人长居。最后一个进来的就是吴三桂。刚进来的时候，吴三桂神情倨傲，他并没有下跪，而只是长居一拜。这时候永历帝问道：“汝是何人？”吴三桂不知为何突然说不出话了。永历帝又问：“来者何人？”
吴三桂仍然是进步赶对。也不知道为什么，刚进门时还神情倨傲的吴三桂，在不知不觉中竟跪了下来。永历帝又问：“你是谁？”这时候吴三桂才报上自己的名字。永历帝望向吴三桂，厉声问道：“汝是汉人乎？汝是大明臣子乎？何甘为汉奸负君叛国若此？汝自问，汝之良心何在？”面对这三界灵魂的拷问，吴三桂是缄口伏地若死人，无言以对。最后永历帝说：“今亦已矣，我本北京人，欲还见12陵而死，尔能认之乎？”吴三桂这才急忙答道：“某能认之。”这时永历帝挥手让他离去，而此时的吴三桂跪在地上，根本就站不起来，是左右人把他夹出去的。能够让吴三桂匍匐于地的，其实并不是永历帝，而是他内心深深的负罪感。他可以背叛明朝，也可以在后来背叛清朝，但他永远无法背叛的是他自己的良知。在见到永历帝之前，他曾经收到永历帝给他写的一封信，里面的几句话深深地触动了他。但似高皇帝栉风沐雨之天下，犹不能遗留片地，以为将军建功之所。将军既取我使，又欲取我子，独鸱枭之章，能不恻然于心乎？将军犹是世禄之意，既不为普廉，独不念先帝乎？既不念先帝，独不念二祖列宗乎？既不念二祖列宗，独不念己之祖父乎？不知大清何恩何德于将军，普又何仇何怨于将军？将军自以为智，而事成其余，自以为厚，而反绝其薄。此刻吴三桂跪倒于地，是他的良知在此刻被唤醒。不过很可惜，那也不过就是短短的几分钟。片刻之后，吴三桂还是吴三桂，他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没有让永历帝回到北京，没有让他见到12陵，而就在昆明用弓弦将永历帝勒死。康熙17年，三藩之乱已经持续了5年。此时67岁的吴三桂在绝望中已经行将就木。在他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他是否会想到永历帝在那封信中对他说的另外一句话：“千载而下，时有传，书有载，当以将军为何如也。”他的这一生是厚是薄，是智是愚，在他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他有自己的判断吗？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